做饭时接到前男友的电话，我正拿着刚切好的菜展示，太长了，入口可能会顶到。电话那头发出尖锐报鸣：林初月，你在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我茫然，在做饭啊。当晚热搜炸了，前任幸福做饭，影帝崩溃大哭，心疼。我是当红小花，因为厨艺高超，在一档美食综艺当老师。按照我的示范，一排新生代小鲜肉整整齐齐站在料理台后，认真练习切菜刀工。我挨个点评，这个太粗会影响味道，这个太细会影响口感。原本在舞台上收放自如的小鲜肉们，此刻仿佛都变成了绣花李逵。我认真看着，手机铃声忽然响起，刚想挂断，旁边一个小帅哥举着盘子朝我走来。我手一滑点到了接听，小帅哥嘿嘿笑着：姐姐，你看我的这个怎么样？我拿起来仔细看了一眼，摇摇头，太长了，入口可能会顶到。话音刚落，手里原本安静的听筒忽然传出尖锐报鸣声：林初月，你在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穿透力之强，我没开免提都听得一清二楚。皱着眉看了眼，发现来电人是周易，当今最炙手可热的影帝，也是我的前男友。小帅哥显然也听到了，正看着我手里的电话，一脸不知所措。姐姐，你的手机。我只好拿起手机跟对面解释道：我在做饭啊，没事别打扰我们。然后不等他回复，利落地挂掉电话，继续转身指导他们的刀工。录了3个多小时才结束，我有些累，窝在沙发上休息，一边吃果盘一边刷手机，突然看到一个新词条热度正在飙升：前任幸福做饭，影帝崩溃大哭，心疼。我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点进去，只见广场最上方赫然便是我那位前男友的直播录屏。那是一档直播综艺，有个游戏环节需要嘉宾分别给前任打电话。轮到周易这种大腕时，主持人还贴心地问：周老师方便吗？有点流量的明星通常都会排斥这种暴露隐私的行为，而周易一贯古井无波的眼底却闪烁着莫名的期待。方便。他掏出手机，甚至不需要翻找就拨通了一个号码。他眼神晶亮地等待着，却在听清电话那头的声音后瞬间破防。他情绪激动地直接站起来：林初月，你在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然后就是我挂断电话。而视频中，周易捧着被挂断的电话，呆呆地站在原地。他不可置信地愣了很久，盯着手机屏幕的眼睛渐渐红了，一大颗眼泪啪嗒就落了下来，情绪也肉眼可见的崩溃。一向高冷硬汉的影帝突然落泪，现场乱成一片。而我看着越来越高的热度，只觉得五雷轰顶。天杀的，谁让他直接在节目现场喊我大名啊？在台演刚结束工作，纷纷刷起手机的同事们都时不时朝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两眼一黑，颤颤巍巍地继续翻热搜。网友们已经炸开了锅，所以周易的前女友是林初月，吃到大瓜了。可是我的关注点在林姐在干嘛？真在做饭啊？那是我可以听的内容吗？不怪一哥破防，那个弟弟声音听起来好好听，而且还长。大黄丫头，你可住嘴吧，一哥都快碎了，看不见吗？虽然弟弟很香，但是真的没有可能复合一下吗？各路评论下，我被疯狂一特，还有很多人震惊于我的大尺度。林初月一个女明星这样真的合适吗？没想到平时一副纯白茉莉花的样子，谁知道私底下玩这么开？娱乐圈都这么混乱吗？我女神滤镜都要碎一地了。对此，出现在音频里的那位小帅哥满脸愧疚，他一边跟我道歉，一边直接掏出手机拍了一张料理台上各类食材的照片，亲自发微博。我们真的在做饭。我本想让他先跟经纪人商量商量，但他编辑得飞快，一眨眼的时间，动态已经发了出去。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找他刚发的动态，才1分钟，已经开始数据暴涨。而最为显眼的是评论区一条条蹦出来的，来自同一个人的评论：你们在做饭又怎么了？特意发出来炫耀吗？切菜切得稀碎，我都不想说。做饭做成这样，他能愿意教你？真的不懂，我不懂。很好奇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不仅夹枪带棒，而且阴阳怪气，乍一看以为是黑粉，然而那个账号的 ID 却明明白白的顶着周易的大名。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把他的评论都顶到前排。救命，这是本人吗？笑死我了！周易，你要是被盗号了就眨眨眼。只有我心疼陈寻吗？跟林姐老老实实做个饭，还要被人身攻击，哈哈哈！一哥都哭成那样了，你们就要让他吧？我看换个人他一样无差别攻击。陈寻捧着手机，满脸难以置信，他略有些委屈地看向我：姐姐，这……我捂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恋爱时，周易就对我身边的所有男人都很警惕。颁奖典礼上，男艺人扶我下台阶，他连夜在社交平台转发12种绅士手的正确姿势。剧宣时，我和荧幕 CP 合体营业，他暗戳戳点赞炒 CP 别动真感情的帖子。后来拍戏探班，他怀疑一个男演员喜欢我，死活要给人介绍女朋友，搞得我非常无奈。谁知道分手了，他还是这个死样子。10分钟过去，周易的10几条评论依旧牢牢挂在陈寻的动态下，热度越来越高，还没有半点要删的意思。眼看陈寻委屈的不行，我又怕周易再做出些别的抽象行为，只好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你能不能别发癫？周易秒回一个问号。我怎么了？我只不过是说了他2句，就给你心疼成这样？以前嫌弃我笨手笨脚，他切的那土豆丝去健身房都不用练腿了，你还这么溺爱？陈寻看着他发来的消息，又默默地看了眼自己的料理台，落寞地垂下眼。我受不了了，刷刷的打字。我们在录节目，不溺爱他溺爱你吗？周易原本战斗力十足的消息轰炸骤然停止，半晌试探着发来个问号。录节目？对呀，赶紧把你那些丢人的评论给删了，出去别说我是你前女友。我愤愤地打字。周易沉默了，他回了我一个哭哭的表情包。没一会儿，陈寻指着他的手机：姐姐，一哥把评论都删掉了。我凑过去一看，评论确实删得干干净净，但是我默默看着新出现的周易手滑点赞的词条，陷入沉思。那是一条营销号刚发布的我和周易的混剪视频，剪辑了我们曾经为数不多的一些同框画面。配文一看就是真谈过，好甜。周易用大号点了个赞，并且没有取消。神经！
一直到晚上收工回家，我的评论区已经沦陷了，全是周易当时在节目上崩溃流泪的各种表情包。网友花式配文：月，不要跟他做饭啊！月，他哪里好？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月，我要碎了，你能回来看看我吗？月，难道没有一点想起我们的从前？表情包截取了周易绝望大哭的各种角度，加上配文，还挺有喜感。我正津津有味翻着，忽然收到另一档节目导演发来的消息，点开一看，他问：初月，我们节目到时候改成直播，你可以吧？我疑惑，为什么？导演支支吾吾，有新朋友来，流量大，直觉让我几乎瞬间就猜到了这个新朋友是谁，但我难以置信，这么突然。导演解释，观众想看呀，咱刚好赶上，得抓住。导演说的没错，眼下我和周易的热度非常之高，网友四处留言想要看我们的同框，但我最近的通告就只有2个综艺，美食综艺有竞技环节是不能塞人的，这档生活类慢综却可以。我当然没法更改导演的决定，只能眼睁睁看着节目开始录制时，周易坐在正中央，笑眯眯地跟其他嘉宾打招呼，悠闲的仿佛回了老家。似是感应到了什么，他转过头，热情洋溢地冲我招手：林老师，你来啦！顶着全机位的摄像头，我强忍住无视他的冲动，走过去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我倒是真没想到是你来呢。网友直接笑死，所以分手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感觉林姐这么不待见他？哈哈哈哈！每进来一个人他都要看一眼门口，他真的超期待林姐到，结果林姐一到就对他笑死。说实话，前女友录个美食综艺他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林姐估计挺嫌他丢人的。够了，你们不许再说了，一哥一会儿又要碎了。对于我的阴阳怪气，周易只是笑了笑，然后无比顺手的将桌上的一杯水推到我面前，喝点水吧，消消暑。我真的能被这人气死，我没忍住瞪了他一眼。不用了。一旁的嘉宾周婉见状凑上来，怎么这么剑拔弩张的？咱们人齐了，一会儿好像要玩游戏呢。果然，下一秒节目组缓缓呈上来一张环节卡，为了让大家迅速熟络起来，首先要进行一轮破冰游戏。节目组会随机给出几个话题，每个嘉宾根据话题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严重怀疑导演就是想搞事，因为他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的上一段恋爱经历。嘉宾们看清题目后的第一反应都不是自己思考，而是眼神偷偷摸摸的在我和周易之间来回转悠。偏偏周易还一副稳重内敛的模样，手拿卡片，眼神放远，煞有其事的思索着。这么隐私啊？他故作为难。我没好气的接话，你也可以不说。周易一本正经，那怎么行？遮遮掩掩哪里对得起电视机前的观众？他一边说，一边还对着镜头比了个绅士手。网友，神特么对不起观众，你小子就是自己想说吧。一哥这算盘珠子，崩我一脸，笑死。为什么他俩互对我也感觉好好磕？111，有种内娱活人的美感，哈哈哈哈。我懒得理他，但吃瓜群众很想理他。什么？那一哥先展开说说呗。周易叹息着摇摇头，其实我的上一段恋爱非常失败。我立刻警觉地抬起头，现在谁不知道他前女友是我？失败？想黑我？在我死死的注视下，周易很快补充，毕竟他都不想承认是我的前女友。说完还似有若无地瞥了我一眼，告状意味十分明显。眼见周围嘉宾的目光变得暧昧不清，我冷笑一声，我和你差不多，毕竟每次拍完戏回家，他都要问10几遍我有没有喜欢上别的男人。周易愣了一瞬，网友爆笑，见过爆料的，没见过这么同归于尽似的。他们真的，我哭死。但是真的会问10几遍吗？那么大一个周易居然这么没有安全感，笑死我了。你就瞅他上次哭那死样，像是有安全感的吗？周易很快反应过来，立刻不服输的接上，我前女友很少说爱我。我往后一躺，我前男友肉麻的我起鸡皮疙瘩。周易端起水杯一饮而尽，我前女友太不给人安全感，我前男友控制欲太强，我前女友，我前男友。我和周易你来我往的说了180个回合，他直接拽住旁边的男嘉宾沈回，想找人为自己做主似的。你说他这样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沈回懵逼，我趁机拽住沈回的另一只手臂，我看他那样根本就比不上沈哥你。周易难以置信地瞪着我，网友笑成一片，够了，停止这场闹剧吧。头一次见综艺直播小情侣吵架的，笑死我了。没人关心沈回吗？他好像卡住了，神他妈卡住，被林姐抓着，一哥的眼神都快把他吃了，小伙子一点都不敢动啊，笑死。沈回被我和周易一左一右拉着，艰难地扭动身体，想要将自己抽离出来，周易却直接扳着他肩膀，让他和自己面对面。你俩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沈回，我直接打掉他的手，别对人家动手动脚的。周易撅着嘴看向我，被我瞪了一眼后，又悻悻收回手。网友 ，so， 确定这俩人已经分手了，而不是正在热恋吗？林姐一个眼神对一哥的威慑力有多强，谁懂？笑死我了！别看他们表面上吵得势均力敌，其实一哥根本不敢真的跟林姐对着干好吗？什么分手啊？我看就是小情侣的游戏罢了，大概是怕我和周易一言不合又互掐起来，后面的话题都变成了一些常规的，大家随口唠唠，很快熟悉了起来。于是节目组开始发放任务，要求嘉宾们2两一组，共同制作美食，最后由节目组的评委进行打分。规则一宣布，我果断转头问身旁离得最近的沈回，我们一组可以吗？沈回还没来得及回答，周易已经抢先打断，不可以。我皱眉，问你了吗？周易扬着下巴，沈回不会做饭，你不是最讨厌有人拖你后腿吗？一回头，沈回果然为难地绞着手，是的，我的厨艺不佳。我连忙安慰，没关系，我的厨艺很好，我可以教你。周易没想到我会如此果断，他差点直接站起来。林，我冲他笑了笑，顺便用眼神示意周围的摄像机，周老师还是找自己的队友吧。周易攥紧了拳头，终究还是坐回去，脊柱挺得笔直，鼻腔重重地哼了一声。网友，谁懂啊？头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哥连续吃瘪，
好喜欢看他这种明明吃醋了，但是发现自己没有立场吃醋后默默生闷气的样子，有种莫名其妙的爽感，笑死我了，就这个拉扯爽。然而，节目组很快表示队友不是自己选的，是网友投票决定的。我一愣，投票？那我和谁一组还有任何悬念吗？果然，在实时热度榜被放出来以后，周易眼神一亮，骄傲地扬起下巴。我和他几乎是断层第一。周易迎着我的目光，状似烦恼地拨了拨额前碎发。这怎么办？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工作人员适时出声。当然，如果搭档双方都不满意的话，我们支持人性化变更队友。周老师是有不满意吗？周易几乎是1秒就老实收回手，十分端庄地坐着。我挺满意的。说完，像是怕公信力不够，又面朝镜头重复一遍，真挺满意的。目睹这一切的我，网友谁看不出来他那个死德性？按照顺序分好了网友投出来的队友，节目组才说做饭的食材需要自己做任务赢取，提供的每一样食材都有对应的冒险任务，完成对应任务才可以获得。我和周易站在任务题板前，面面相觑，选什么？安静了半晌，我主动问。周易试探着说：“你喜欢吃水煮牛肉，先选一个牛肉怎么样？”行。题板缓缓打开，牛肉对应的任务是公布自己私下给队友的备注。几乎是下意识，我脱口而出：“不行。”周易虽然也对这个任务有些不好意思，但对我如此强烈的反应还是有些奇怪。怎么啦？想到自己给周易的备注，我心里一阵一阵紧张，不自觉伸手拽住了周易的衣服，声音放软：“我不想要这个牛肉了。”周易愣了一下，低头瞄了眼我抓着他衣服的手，摸了摸鼻子：“好，那我们不要。”网友：“我去，你们谁看到周易刚刚那个比 AK 都难压的嘴角了？”看到了，从林姐伸手那一秒，她的表情 be like 下划线星号度优度，他妈的，笑死我了！她不会觉得自己的微表情很隐蔽吧？林姐只是主动抓她衣服，她就能暗爽成这样，不敢想象他俩真复合了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很好奇，到底是啥备注？林姐看起来那么紧张。然而，一旁的工作人员表示，忘记说了，为了鼓励嘉宾们积极完成任务，前3次选定的食材是不可以更换的，非不可抗力，必须完成任务。我两眼一黑，又想到那个备注，整个人都有些瘫软。周易拖着我，并不理解我的抗拒，但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没关系，我先来吧。从工作人员处拿回手机，他捣鼓了几下，脸颊渐渐飞上酡红，最终展示在镜头面前的是2个字：老婆。尾巴上还缀了3个 emoji 的亲亲表情，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起哄声。我看着大屏幕，小脸一热，他干什么？都分手了还是这种备注？展示了几秒后，周易飞速地灭了屏幕。切断后，他偷偷观察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还有些不自然。网友磕疯了，我靠，那是什么？那是老婆亲亲。我勒个清汤大老爷，你管这叫分手后的前任吗？这个备注是想杀死我吗？这么好磕，你们不要命啦？他们的表情更好品啊，林姐明显懵了，根本没想到一哥还是这个备注，脸都红了。一哥就在那偷偷摸摸看林姐的反应，心机男也想试探她的心意。天杀的，我命令你们原地给我复合！大家都在为周易给我的备注起哄，只有我默默擦了擦额头上不存在的汗，心里盘算着一会儿能不能光速给周易改个备注。工作人员仿佛看出了我的想法，笑眯眯地把手机递给我。林老师，调出备注就好，不可以遮挡偷偷改哦。谢谢，心已经死了。几个镜头齐刷刷靠近我，我视死如归地将那个聊天框找出来，颤抖着还想遮掩些许，但是摄像老师不给我这个机会。他斗志满满地对准了我的手机屏幕，只见备注栏赫然写着98.186.21男，现场仿佛静了几秒，网友炸了，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众所周知，周易的官方身高186 ，98年的，那这21是？我恨我秒懂，我靠，21，真的假的？这么有实力？林姐私底下吃这么好的吗？就算不看21，之前一哥有一组健身照，你们没看到吗？宽肩窄腰大长腿，8块腹肌人鱼线，我直接嘶哈，终于懂了为什么林姐那么抗拒暴露备注了，此等机密。不敢想象林姐之前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就这也舍得分手，笑死我了！只有我觉得这个备注像男模吗？哈哈，他妈的！一众诧异的目光下，我心如死灰。之前网上刷到的梗，我一时兴起，也给周易改了这个备注，后来一直没有改回去，包括分手拉黑的时候。此刻就这样被全国观众水灵灵的围观了，而周围还时不时有人偷偷摸摸的打量周易，他的耳朵已经红得不行，看我的目光满是难以置信，仿佛在说：“你竟然是这样的女人。”我羞愧的低下头，做最后的挣扎。是这样，我和周老师认识的时候，他是21岁这样子，周围人都默契的没有拆穿。毕竟众所周知，我和周易从大学就是校友了。在我和周易这一轮炸裂开局下，后面的每一个任务都显得那样温和。只是周易看我的眼神总是怪怪的。我们拿到足够食材，提前完成任务，退到一边后，他似是憋了很久，拉着我问：“你把我当鸭了？”我觉得很羞耻。你胡说什么？周易满脸的难为情，但说话很坚定。你给我的备注不是吗？我就知道。你还缠我身子是不是？我简直无语了。就是一个备注懒得改，怎么能扯那么远？我又羞又恼。你身子有什么好缠的？周易表情扭捏，但又隐隐有点小骄傲。没有吗？那21是什么？我真的服了。一把将他推开，恶狠狠警告：录节目呢，你少乱说。每一组嘉宾都收集够了食材，就正式开始做菜了。我和周易以前经常在家里做饭，还算比较熟练。我习惯性的指挥他去包几瓣蒜。周易乖乖的点头，老老实实的上手。但看见我拿起一个土豆，又立马站起来。土豆我来削。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他见我不为所动，干脆直接走过来，从我的手中夺走我精心挑选的圆滚滚土豆。我就削。我很迷惑，但我懒得理他，转身去准备其他的食材，埋头兢兢业业切好了葱姜。忽然感觉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转头，周易手里捧着他的菜板，得意的看着我。
我迷惑极了，干什么？他用眼神示意，我才看到他的菜板上是切的粗细均匀的土豆丝。周易状似邀功，清了清嗓子，怎么样？我的刀工比那谁好多了吧？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终于意识到他说的可能是陈寻。我很无语，你无聊不？周易不服，你就说我是不是比他强？我控制住翻白眼的冲动，你真的很无聊。他还是依依不饶。你说吗？你为什么不敢说？你是不是不愿意承认我的强？还是你心里还在溺爱他？他也就比我年轻那么4、5岁，我在他那个年纪都已经会做满汉全席了。他絮絮叨叨个不停，我放下手中的食材，没好气地看着他。你确定吗？你在他那个年纪，差点把厨房炸了，你忘了？网友直接笑死。我就说这小子刚刚切土豆的时候，那如临大敌的样子是在干什么？破案了，原来是在雄竞。陈寻在美食综艺上切了个土豆丝，能被一哥说一辈子，笑死我了。所以林姐说的是真的吗？难以想象这么精致的一个人，21岁炸厨房的样子，应该是吧？他本来是想暗戳戳搞拉踩的，谁知道林姐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哈哈哈！你确定是暗戳戳？我感觉他一点都没打算藏。可是我的关注点在那么早之前的事情，林姐都知道，他们该不会那个时候就开始谈了吧？我靠，新角度啊！又磕到了。在我和周易的熟练合作下，很快就完成了我们原本计划的3菜1汤。而其他组的嘉宾大概是以前从没合作过做饭，速度要比我们慢一些。为了等他们，我用剩下的一些鸡蛋牛奶做了点小蛋糕。眼见他们做饭做得满头大汗，我又拿着小蛋糕去给他们一一分了，刚烤出来，很好吃的，大家纷纷道谢。一圈分下来，还剩了一些，我把盘子放回桌子上，瞅了眼周易，你吃吗？周易坐在那里，整个人都有些幽怨，连带着声音也悠悠的。难为你还记得我？我一愣，网友，他妈的，谁能把刚刚林姐分小蛋糕的时候一哥的表情做一个完整的剪辑？我要笑死了。谁懂？他从小蛋糕出炉那一刻起，就死死的盯着林姐，是玩温度转身就走的那一瞬间，一个人都快碎了，哈哈哈。No no no， 他那时候还是满怀期待的盯了林姐一路，结果林姐绕过他的时候都没想起先给他，他才是真的碎了。那鸡蛋还是一哥刚刚打的呢，一哥委屈，但一哥不说，小怨妇就偷着乐吧，要是没剩的，他一个都吃不到，哈哈哈。周易看起来不太开心，想起刚刚做饭时他主动干了很多杂活，我却下意识忽略他，我有点不好意思，献殷勤般将盘子往他面前推了推，怎么能忘了你？你是压轴的。周易犹疑不定，真的，我重重点头，真的。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恳切，周易有点信了，他傲娇地哼了一声，磨磨蹭蹭半天才拿起小蛋糕咬了一口。好吧，网友，不是哥们儿，2句话就给你哄好了，连我都看得出来林姐是后知后觉在找借口，这影帝看不出来，沸羊羊睁眼一看掉到榜2了，笑死我了。林姐好不容易给他献个殷勤，你们放过他吧，笑死，一不小心低情商了怎么办？林姐无需担心，我自有办法，哈哈哈哈哈。所有嘉宾都完成自己的菜品后，裁判7期上场，他们轮番品尝，给我和周易的3菜1汤打出了全场最高分，而与之对应的奖励竟然是一束小红花。周易去后台补完妆回来后，看到的就是我手捧小红花发愣的一幕。见他回来，我毫不犹豫把花往他手里一塞，本来想说你拿着，结果周易眼神一亮，脱口而出给我的。我愣了一下，他已经面露羞涩，将花往自己怀里放，嘴上还很勉强地说着，你终于也意识到我的好了吗？好吧，那我收下。周围的嘉宾都忍不住笑起来，周易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我颇无奈，这是咱们第1名的奖励。周易瞬间红了脸，原本被他妥帖安放在怀里的小红花仿佛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好几次差点掉了，又被他红着脸捞回来。哦，这样啊。网友直接笑死，他真的很会自己哄自己，谁懂啊？感觉林姐就算给他扔个垃圾，他都能觉得是送他的礼物。你以为林姐玩他跟玩狗似的？我服了。想问一哥在林姐面前真的长脑子了吗？回楼上他长得恋爱脑。虽然这个插曲很快就过去了，但周易显然一直念念不忘，他总时不时盯着那束小红花呆呆的出神，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察觉到他的目光第18次投向小红花，心里一直疑惑的我终于渐渐想起来，好像我和周易是有一个约定的。那时候因为我们总是一言不合就吵起来，所以做了个类似安全词的约定，不管吵得有多严重，只要其中一个人送对方一束鲜花，就立刻暂停吵架。但做完这个约定之后，我俩又神奇地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也就一直没有用上。直到我们上一次吵架，我实在受不了周易因为我和男演员的营业总是问东问西，每天都要我说爱他，把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周易一开始也生气，你骂我，你为了那个男人骂我，我更生气了。骂的就是你，说了多少次了，疑心病不要这么强，我们是演员哎。周易梗着脖子，那怎么了？我和搭档拍完戏就没有这么亲密过，然后我们吵得更凶了，吵到最后，周易筋疲力尽地拿了外卖，把订的那一束玫瑰花塞给我，我一把就摔掉了。这个时候送花，谁稀罕呐？周易又尝试着重新给我，但正上头的我只觉得迷惑，他又没跟我道歉，又没给我台阶，莫名其妙送束花就想过去了，于是再一次拒绝，我不要这个破玩意，然后在他欲言又止的目光里摔门而出。这一走就分手分到了现在。如今想来，他那时候原来是在跟我说安全词。幡然醒悟后，再看周易盯着手里的小红花出神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有点愧疚了。算了，一束花就能哄得他高兴，为什么不能？晚饭后，我偷偷在某外卖平台订了花，为了不让周易提前察觉，我每隔10分钟就要去门外望一眼。第3次去的时候，我发现门口多了一束玫瑰花，点开外卖平台却显示骑手离我还有7公里，则肯定是平台又 bug 了。还好我自己会出来视察，我没犹豫，偷偷摸摸将那束玫瑰藏去了后院，只是放置的时候，总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买的那束不太一样，于是默默在心里骂一句无良商家。再回来，发现周易也在大门口转悠，他背着手东张西望，呈一种寻觅的姿态。我走上前，你在干嘛？他被我吓了一跳，脸上莫名有些紧张。没干嘛呀，我主动出击。那你有空没？跟你说点事。周易愣了一下，点点头，又摇摇头。我疑惑，
到底有空没空？他支支吾吾，脸上有一种没来由的焦灼。有，但是他四处张望，又开始寻觅。我不懂他，但我眼看着录节目的时间又要到了，只能强硬拽着他走。跟我走。后院秋千，我和周易面面相觑。他盯着秋千上的玫瑰，表情十分迷茫。他像是在努力地回想着什么，但一无所获。说出口的只有零星的2个字：你。我有些紧张。他该不会忘记这个约定了吧？但眼看着周易越来越迷茫，为防尴尬，我只好抢先开口：你怎么这样，周易？啊！我暴毙！我都这么主动了，你还摆谱，周易？啊！正想着下一句台词怎么甩锅，手机突然响起接，居然是外卖。你好，您订购的鲜花已经送到指定地点，方便签收吗？我短暂的懵逼了一下，缓缓将手机拿下来翻了翻，外卖还真离我只有37米了，所以他真的是刚刚送达。那我面前的这一束是因为开免提而将外卖员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的周易已经眼睛一亮。你也买了花？我后知后觉。啊也，周易指着被我放在秋千上的那束，这个是我买的。我还在想你怎么自己去拿了，我一时尴尬，又重新举起手机，对着听筒跟外卖说放门口就好。虽然电话刚刚就已经挂断了，但我要假装自己很忙。周易盯着我，似笑非笑，所以你该不会是把我的当成你买的了吧？见我不说话，还十分欠揍的补充，收了我的花，还说我摆谱。我抿着唇，忍不住踢了他一脚。你能别说出来吗？周易痛呼一声，仰头望天。哎呦，这什么世道？我叉腰，不满意。周易猛猛摇头，一把抱住我。不，超级满意。我和周易复合的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发现的很草率。某天早饭的餐桌上，周易把最后一个水煮蛋包好后递给了我，而我很自然地收下了。沈回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一边喝粥一边随口问：你俩是复合了吗？周易愣了一下，反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一瞬间，沈回石化了。我也立刻领会，沈回根本就是随口在开玩笑。他也没有想到周易会是这样的回答。沈回愣了半晌，看了一眼摄像机，结结巴巴地说：你们很久不互对了，我有点不适应。周易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他维持着原来的姿态僵硬了几秒，又故作自然地低下头去喝粥，嘴里说着：哦。原本随和的早餐桌上寂静无声。网友，刚刚发生了什么？周易说他和林姐复合了，就这么水灵灵的官宣了。他们的官宣比我拉屎还草率，这是能说的吗？特么的，笑死我了！见过爆料的，头一次见这样爆料的。他们不说你们猜不到吗？这几天小两口天天黏在一起，跟之前的状态都不一样，我早就怀疑了。磕了这么久，这是属于 CP 党的胜利时刻。饭后，我和周易蹲在后院翻看网友的评论，我气得打他：谁让你就那么说出来了？周易很委屈。沈回那样子一问，我没反应过来吗？我暴毙望天，我找了那么久的官宣文案，你陪我。周易厚脸皮的从背后搂住我，没事儿，留着等咱们结婚了再发。我瞪他，谁要跟你结婚了？周易委屈，他可怜巴巴的盯了我半天，想让我哄他，我不理他。他气急，直接伸手摁住我后脑勺，他的唇附上我的唇，一个绵长湿润的吻就这么猝不及防的开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凶狠。10分钟后，以后不许说这种话。我默默掏出镜子，看着被咬肿的嘴唇，呸，臭男人，全文完。